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云谷禅师教导了凡先生要改过自新，那么这个就是所说的义理之身啊。今天我们接着看。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数啊，义理之身，岂不能改天？血肉之身呢，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因为没有办法了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因此都落在数里头。所以用这个数数啊，能够推断你的一生吉凶祸福。那么如果人要想超越命数，要从心理上呢做一个改变啊，把从前不善的观念行为都能够改正过来，与义理相应，那这个身呢就称为义理之身了。在佛法里面讲的是愿力，血肉之身呢是业力，业力变现的。如果我们的愿力大过业力，在佛法里面就叫做成愿再来啊。这个里面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那就是血肉之身呢没有离开自私自利，义理之身呢是大公无私啊，不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了。生在这个世间，这个身体是为社会、为人民、为众生呢服务造福的一个工具，跟自己的业力呢完全脱离关系了。那么这个身就称为义理之身，这个身就称为成愿再来。众生有福，这个身呢在这个世间就会常住众生没有福报了，这个身自然就舍离了。换一句话说，佛家常讲的了生死出三界，就是这个意思。下面他引古书作证，太甲曰：天作孽犹可为也。这是假设的是天然的灾害。犹可为呢是可以避免的我们今天讲自然的灾害是可以避免的，是可以挽回的，这个道理很深。自作孽不可活了
那是无可挽回，无可避免。这个话的意思很深。自然灾害为什么说可以避免呢？现在人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呢，不多了。圣人告诉我们，佛菩萨在经典上告诉我们，医报随着正报转呐。医报就是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啊，也是随着人心来转的。如果这个社会人心善良淳朴，我们居住的环境它就转好了。所谓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不仅仅是人为的灾害是人造的，自然的灾害也是人造的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的，一个是共业，一个是别业。共业是大家共同来造作的，这就变成自然灾害；个人所造作的呢，那就变成个人的吉凶祸福啊。所以个人自己造孽了，这是无法避免的啊。这个社会大众共同造的这个业，我有办法避免，我有办法了挽回，这是真理，这个是事实的真相。那么又引《诗经》两句话说：“诗云，用言配命，自求多福。”这两句话，用言就是常说啊，这个古圣先贤常说啊，配命啊，意思就是说与上天的心相应啊，人心同天心啊，天是什么心呢？啊，天到底在哪里呢？啊，这不是一个有形的，实在讲呢，是个无形的，是个抽象的。所以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啊，天心是爱心，无私的爱心啊，天心是公平的爱心，平等的爱心。如果我们自己能够修养，把自己的心愿提升到大公无私、平等的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就是用言配命的意思。当然福在其中啊，不求福报也现前啊，这个意思诸位细细去想。下面云谷禅师说了，孔先生算如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犹可得而为也。啊，天这是你过去生中造的啊，你造的这个不善业，所以你这一生当中没有功名啊，没有功名的份，你也不会有儿子啊，这是你过去生中所造的啊，可以避免，可以挽回啊。怎么样挽回呢？如今扩充心得，我改过自新呐，力行善事，多积阴德。什么叫阴德？做好事不要让人知道，这个叫阴德。阴德报得厚啊，做一点点的好事，人家都知道了啊。像现在的新闻媒体来表扬啊，来赞叹啊，把你向这个社会广大群众
去介绍，这也是福，这个福立刻就爆掉了，很可惜所以真正做好事的人，不要让人知道。如果做好事，一定要有媒体介绍，要这个报章上要能够看到，这不是真的好事你这个心呢，还没有离开名闻利养你不是真心的，你这个善是假善，是伪善，不是真善真善呢，何必让人知道媒体来报道，应当尽量避免这样才好。古时候真正那个大德大能的人，所谓是韬光隐晦隐居在深山里头，没有人知道于是他的德愈积愈厚到机缘成熟的时候被人发现了，他能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这个里面含藏着许许多多的学问这些我们都要深思，我们都要会学这个是自己所作之福，安得而不享受乎自己造的福自己当然都收到接着大师又引用《易经》上的话说，易为君子谋，趋吉避凶引用这两句话，让了凡先生加强信心。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去，凶何可避？这个话说得好。如果说是命运是一定的不能改变的，那易经上这一句话就讲不通了。换一句话说，易经上这两句话告诉我，命运这一桩事情活活泼泼我们每一天起心动念，善念就增福那个福就加了一分恶念呢就减了一分每一天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是加减乘除天天都有加减乘除那为什么这个世间的人这个命运都被人算定了？他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没有离开他那个中线太远，所以就算得很准了。如果这个加减乘除幅度很大，他命运就不准了。在前面所说的，大善之人命运拘束不住他，大恶之人命运也拘束不住他，那就是加减乘除的幅度大他有大善，祸会变成福；他有大恶，福会变成祸。道理在此地开张第一义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说汝信得其福这些书了凡先生平常念得很熟念得很熟，意思不能说不懂，
但是了解的不够深呐。换一句话说，读的那些古圣先贤的书啊，自己没有办法用在生活上，无法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所以他的命运一丝毫不能够更改。云谷禅师这个一提示，他明白了。了凡先生说：“欲信其言，拜而受教。”云谷禅师这一番话了，把了凡先生点醒了。命运确实是自己造的，自己可以改变，一定要懂得自求多福。所以我们学佛，有很多人问我：“这个法师，你为什么要学佛？”我的答复很简单，我学佛的目的很单纯，提升自己的境界。那么这是从果报上说，从因上说呢，提升自己的德行。积功累德是修因呐，因好果当然殊胜。业因果报到你自己能够觉察得出来的时候，你就非常欢喜。这佛家常讲常生欢喜心，这一生都生活在欢喜当中，你说这个多快乐了！心里面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妄想，没有执着，没有烦恼，这叫得大自在这个经论里头常讲常生欢喜心，一生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这是多么幸福！我是为了这个才学佛的。其实这是早年老师教导的。我在学佛之前爱好哲学。我的老师方东梅先生，他告诉我，佛学是哲学里头的精华，哲学里头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被他这句话打动了所以认真学习我出家剃头之后再去看他老人家，他非常欢喜。他说：“你的路走对了我跟你说，没想到你真干了所以确确实实得到老师的指引。我也像了凡先生一样，与信其言拜而受教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张家大师替我奠定根基李炳南老居士用10年的时间把我培养起来，一生得到受用，得到快乐，得到自在。了凡先生明白了，觉悟了下面真干了，应将往日之罪过去所做的种种罪恶的事情种种过错，佛前尽情发露发露就是一丝毫隐瞒都没有，完全说出来为书一通书是文章就是自己下定决心要改过自新，写一篇文章，
求佛菩萨为我做证明啊，用意在此地，是先求登科啊，他命里头没有这个功名啊，先求这个登科是先求考中举人啊，他命里头只有秀才啊，秀才到最高的只是贡生呢啊，所以他没有科第啊，用现在的话说他没有学位。世行3000善事3000条，以报天地祖宗之德啊，就真正开始断恶修善，发了这样的大心，这个很难得。云谷禅师看到当然欢喜，孺子可教啊！虽然这个时候袁了凡先生已经35岁了啊，这个能够真正回头啊，断恶向善。在明朝那个时候，这个功过歌很流行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许许多多的有成就的伟人啊，都曾经用功过歌这个方法来检点自己的过失。所以云谷除功过歌是语，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记，善则计数恶则退出，且教持准提咒以其毕业。了凡啊，真的他是凡夫啊，他是初学啊，而且根性不是上根利智啊，可以说是中下根性的人，所以了凡居士就用功过歌来帮助他啊。功过歌现在在台湾在香港也都有流通啊，都可以能够找得到啊。我们过去也曾经翻译过，每一天登记，每一天做的好事自己记下来啊，每一天做过失，反省过失也要记下来，善恶对比啊，我这一天到底是善多还是恶多啊？你开头做的时候，一定善恶混杂，可能是恶多过于善，自己的警觉就提高了，天天认真努力去改，希望改到有一天功过歌一打开，纯善无恶，那你就成功了。这是教他从事上去改这个方法不是一个高明的方法，但是对普通人来讲是非常有效果的方法啊。那么又教他持准提咒，佛法里面参禅、持咒、念佛方法虽然不同，目标功效完全是一样的，收心一般人不可能没有妄念啊，只有佛菩萨大修行人没有妄念。妄念对我们的伤害非常之大，我们要知道妄念不但破坏了我们清净心，
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产生了不良的效果。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天吃一餐，日中一食，而且吃的很简单，吃的很少。我们现在人想着这营养怎么够啊？我们不明白道理呀！真正道理搞清楚了，才恍然大悟，原来营养是我们体能的补充这个身体就像一个机器一样这个机器24小时都在运作睡觉的时候也没停止心脏还是在跳动这个脉搏在跳动，血液在循环这是能力，需要有能量饮食是能量的补充像汽车一样加油但是那个车我们懂得，有耗油的车，有省油的车，我身体也一样身体对于这个能量的消耗有耗能量的，有省能量的。能量到底消耗到哪里去了呢？现在我们真搞清楚了，95%消耗在妄念上，这才明了了。为什么修行人一天吃一餐可以呢？他心清净，他妄念少，他消耗能量就少，身体健康那么凡夫妄想多，杂念多每一天补充3次还不够还要吃宵夜吃点心一天到晚都在补充它消耗的太多了，消耗太多与这个身体决定有不良的影响所以你要想保持身体的健康，要减少妄念妄念减少了，你的饮食自然就减少了。最健康的身体是不要饮食为什么呢？饮食再少也没有办法完全做到没有污染没有饮食那就绝对没有污染了，你的身体才真正健康所以多吃东西不是好事情，多吃东西那个脏的东西它不能排净你的这个体能器官的污染这个机会比别人多那在现在讲呢，你生病的机会多古人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个话一点都不错那么教人念咒，念咒就是修清净心人决定有杂念，你把这个念头集中在咒上你的杂念就没有了，用一个念头取代一切妄念，道理在此地效果呢非常显著所以你用参究的方法行，用这个念咒的方法行，用念佛的方法也行方法很多很多，佛家常讲84000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方法门道太多太多了，你可以选择用个1、2种帮助你摄心帮助你把妄想打掉心地清净，智慧就现前真心就现前所以这是一种修行的手段与方法云谷禅师教他念准提咒，那么又告诉他说语曰福禄家语有云不会舒服，被鬼神笑
那个画符念咒的专家常说你不会画符被鬼神笑鬼神不断给你开玩笑有时候还让你受不了这个里头有秘传此有秘传，只是不动念也。所以画符、念咒、念佛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方法形式不一样，它的原理目的完全相同都是要用真心就是你一个妄念都没有，这个符就灵了。执笔书符，我们拿起笔来画符，先把万缘放下，一尘不起你要把所有一切妄念统统放下，一念不生从此念头不动处，下一点谓之混沌开机，由此而一笔灰尘，便无思虑，此符便灵所以画符那个符灵不灵你去看画符的人所以平常要练习，练得很熟我们从小的时候那是做小学生，也喜欢画符天天在练的但是我们不懂这个原理如果在画符里面还有个妄念，这符就不灵了一定是这一道符从一笔一点下去，一道符画完，没有一个妄念这个心呢是清净的，这个符就灵了。那么由此可知，念咒亦复如是念的这个咒这个里头不能夹杂一个妄念夹杂一个妄念呢，这个咒就不灵了。由此可知，念神咒不容易那个咒越长越难念越长时间长很不容易没有杂念所以佛家常讲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为什么呢？经比咒长，不达妄想呢难咒呢也相当长，里头不达妄想也不容易。佛号短阿弥陀佛这4个字阿弥陀佛这4个字里头不夹杂一个妄念，这一句佛号就灵一面念佛一面达妄想，这个佛号就不灵了所以这些方法都是摄心的，都是帮助我们到清净心的。清净心是真心，心里头有妄念呢，这个心叫妄心妄心有生灭，真心不生不灭。真心里头没有念，所以它没有生灭如何能够把生灭断掉，恢复到不生不灭？这是佛家修学功夫最高的目标到不生不灭这个道理难得了云谷禅师为我们说出来。在下面说，凡弃天立命，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觉。感觉就是求感应与心性求感应与上天求感应，都要用个真诚心。所以是诚则灵，不诚无物又说孟子论立命之学，立命之学最早是孟子说的。二曰夭寿不二，夫夭与寿至二者也。当其不动念时，孰为夭，孰为寿呢？孟子这个话说的高明夭是短命，寿是长寿
短命跟长寿是一，不是二。这个话一般人听不懂短命跟长寿差别太大了怎么是一不是二呢？我们因为看到是二，看到是差别太大，我们用什么心去看呢？分别心去看，执着心去看，所以把它看成二了。如果你的心不动，你的心里头一个念头都没有，长寿跟短寿确实是一，不是二了。为什么？没有分别了，有分别才有二三呢，没有分别哪有二三什么人不分别呢？圣人没有分别心佛陀没有分别心，菩萨没有分别心，凡夫有分别心所以把这个世间一切法都变成对立的了，大跟小对立，长跟短对立善跟恶对立，真跟妄对立，全部都变成对立的。这个对立就是科学家所讲的相对论生活在相对的世界，这是虚妄的世界金刚经上讲的梦幻泡影这个不是宇宙人生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叫一真，那就是说这个里头绝对没有相对，这才是真的。有相对不是真的那么六道里面是相对的，十法界里头还是相对的到一真法界呢，相对的就没有了那我们讲相对没有，是不是有绝对的呢？绝对也没有，绝对跟相对两个建立的，相对没有了，绝对也没有了所以这个境界，佛经里面讲不可思议思是思维，你不能思，一思你就错了。议是议论，说也不能说，说就错了。所以开口变错动念皆怪，那是真实的一真法界，那是真平等那么孟子说这些话了，不简单他要不契入这个境界，他说不出来所以孔孟虽然跟佛法没有接触到，要用佛法的标准来看孔子孟子，他们也是大菩萨，也不是普通人他们的言论，他们的观察在佛法里面讲大乘圆教七地菩萨以上的境界是细分之那就是把它推广，丰谦不二然后可以立富贵之命丰是丰收农夫今年丰收收成好，便是收成不好收成多丰富今年可以过得富足今年欠收，日子就过得很贫困了如果你能够懂得丰谦不二那就是贫富不二了你就能立贫富之命穷通不二，然后可立贵贱之命穷是处在困境，办什么事情都艰难困苦，不能成就，通是通达想做事情阻也很多
非常顺利。你要不懂这个道理，你就不能立贵贱之命。那我们要问：世间有没有贫富？有。有没有贵贱？有。怎么样立命呢？贫者安于贫，富者安于富，贵者安于贵，贱者安于贱，各得其所，这叫立命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这是真正知天命所以这世间永远是太平的社会决定不可能有动乱为什么？知命这是学问，这是实学，真真实实的学问。接着说夭寿不二然后可立生死之命生死这个现象在六道里面都有可不可以怕呢？不可怕，生死非常正常，只要你把这个里头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你会不会贪生怕死？不会。生跟死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通达的人对于舍身受身，就像生死这桩事情，就像我们一个人脱衣服换衣服一样，我们把衣服比喻作身体这个衣服穿的时间久了，脏了破了，我自然把它脱掉嘛脱掉这个身就不要了嘛，再换一件衣服嘛就换一个身嘛。所以生死舍身受身呢，就像换衣服一样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这个衣服越换越漂亮，好如果越换呢越差，那就不好了。如果一个人作恶多端，他这个身体舍掉了，来生在这个身体比这个身体差了，畜生身、恶鬼身、地狱身，这个身相比我们是越来越不好看了。如果这个人一生呢行善好善积德，那么他这个身舍掉之后他来生升天，天身比我们这个身庄严多了他得菩萨身得佛身越来越庄严了。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懂得这个道理，你才真正肯断恶修善。断恶修善虽然是利益别人呢，利人才是真正利己，这是真理损人决定害己这个世间人常讲损人利己，这个话说的有弊病，损人决定害己你利己是眼前得一点小利益，可是几十年之后你死了之后你变恶鬼畜生地狱那真正叫害了自己害惨了自己到那个时候你后悔莫及了。所以损人的事情决定不能做真正聪明人明白人决定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情文人从事于文化教育事业的人，我们今天看到的，你看看许多出版的东西有很多人送书送东西给我看，我第一个要看版权页，版权页上写的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本书我不看。我为什么不看呢？因为我想他写不出什么好东西，因为他的心很自私。他没有利益这个大众的这个意愿，我不愿意浪费我的时间精神，所以我不看他的。后面要印的是欢迎翻印，功德无量，这个书我会仔细从头看到尾。为什么？他的心量大，他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善人，他的东西一定可以读。所以我读东西跟一般人不一样。那么我自己的像这些年来讲经的这个录像带、录影带数量很多，估计总有几千种了。书籍也有不少，我完全没有版权。欢迎翻印，欢迎流通。人家能够流通翻印我的，我很感激，他总算看得起我。他要看不起我，他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去干这个事情？我又何必要限制别人不可以翻印、不可以流通呢？那我们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的这个意愿永远达不到所以我们完全没有版权而且欢迎别人拷贝、翻印、流通。因此对生死这桩事情参透了，看透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所以贪生怕死的念头没有了。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方式死亡，都会欢欢喜喜、高高兴兴。为什么呢？知道这个身舍掉之后，马上就换一个比现在这个身更好、更殊胜。我有信心，有把握。人生世间为生死为重曰夭寿则一切顺利皆该之矣。该是包括，只要能把这一关参透参透，那么所有一切相对的境界里面呢，你都能得自在了。一切顺利、顺境、逆境人事环境里面，善缘、恶缘都包括在其中，包括这个不二我们要入这个境界，我们在一生当中免不了遭遇到有些人对我们好，照顾我们，这有恩惠有些人对我们不满，恶意诽谤、陷害、侮辱都有我们用什么心对待他呢？用感恩的心对待。对我好的人，我感激他，他对我许多帮助；对我不好的人，诽谤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我也非常感激。感激他什么呢？消我的业障成就我的德行也就是说，他用这个手段来对待我，看看我的心平不平静，我还有没有嗔恚心。如果我还有一念嗔恚，我还有一念报复，我是凡夫，我的功夫没有进步他这样一对我，等于说一考验，我及格了我对他没有恶意了，没有报复念头了。不但没有报复念头，我感激他，我感恩他
所以我的小佛堂，我们这些冤亲债主对我很不好的人，我都给他供长生牌位，天天诵经拜佛，给他祝福。不一样你怎么样陷害我，我还是祝福你我把你看作佛菩萨没有两样。你为什么对我不好呢？你对我了解不够。所以一切出自于误会何必要计较呢？计较那是我的过失我不计较，我感恩我尊敬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我帮助，我会全心全力来帮助你。这是做人的道理必须参透不二法门。不二法门是佛家说的，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孟子这些话来看，儒家也齐入不二法门入佛是一，不是二。然后我们再仔细观察世间许许多多宗教的典籍，在我心目当中全是不二法门所以我学佛，我进入其他宗教的教堂，我礼拜我恭敬有许多人见到觉得奇怪，我说一点都不奇怪。一切众生是一，不是二。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